男人参加了199次相亲，却从没有心动过，而眼前一袭清新优雅的碎花长裙，手如柔体，肤如凝脂，眼里的一丝忧郁更是惹人怜爱。可身后的好兄弟却劝他早点放弃，因为他已经拒绝了很多追求者。但男人却不信邪，他故意将棒球朝着女孩旁边的桌子打去，突兀的声音瞬间吸引了女孩的注意。Sorry， 从未有人敢对他如此无礼，别出心裁的方式让他对这个男孩产生了兴趣。两人就这样开始第一次约会，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这样拉开了帷幕。从这以后，他们很快就爱上彼此。得知妹妹爱上了穷小子，两位哥哥希望戴安娜能慎重考虑，可戴安娜却坚定地告诉他们 The thing is, I just know this is it. 听着戴安娜坚定的语气，两位哥哥也没再说什么。幸好杰克没有让任何人失望，他带戴安娜体验从未有过的冒险。他们一起乘坐飞机飞越壮阔的大峡谷，一起开车在非洲大草原上驰骋，一起紧靠在一起看夕阳西下，心中全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他们很快就结成了夫妻，也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，一切都是如此顺利和惬意。可就在杰克转呼啦圈时，忽然双腿一软摔倒在地，本以为是简单的贫血或劳累，却没想到晚上全身都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。他只好叫醒熟睡的朋友送他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杰克除了还能说话，全身都失去了知觉。医生用冰块尝试唤起他的意识，可发现情况更加严重。第二天，戴安娜挺着大肚子来医院查看，以为只是太过劳累，休息几天便好。可看到杰克带着呼吸机时，表面看似平静，眼神却露出万分不安。昨晚还生龙活虎的丈夫，今天却病入膏肓。Hello, darling. 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能回应。戴安娜故作坚强地找医生了解病情，医生的几句话让她几乎哽咽。杰克患上了1/1000的麻痹症，除了头部可以简单扭动，以下神经全部坏死，就连正常的呼吸都需要设备维持。戴安娜问这种情况多久可以恢复？ The paralysis is irreversible. A good respiration system will maintain life for a while. We're talking a matter of months. 他深呼吸，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，扭头掩饰自己的泪水。突如其来的噩耗让父母劝戴安娜放弃杰克，这种情况不如让他早点解脱。憔悴的戴安娜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的点头。可戴安娜的心里怎肯服输？她自己筹巨资把杰克换到更好的医院。不久后，他们的孩子出生了，可杰克并没有露出笑容。他这样下去只能拖累戴安娜，但现在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，每天只有低低的呼吸机和墙壁陪伴。看着每天守在病床憔悴的妻子，杰克第一次怒斥戴安娜 Why do you keep on coming here? I don't really know. I'm no use to you. You really must leave me here to rot now. I love you. 爱情让弱女子变得坚强起来，眼前健康成长的儿子和俊俏的妻子，杰克对生活也有了信心。戴安娜为了能亲自照顾丈夫，又出巨资买下了硕大的农场，并且请教护士学习专业护理知识。戴安娜对丈夫的无微不至，医院的护工也甚为感动。杰克也终于出院了，看着蔚蓝的天空，他从未觉得天空竟如此美丽，而在他的身旁还有爱他的妻子和朋友。这一刻，杰克觉得无比幸福。没错，他的确不够幸运，但同时也足够幸运。与冷清的医院不同，家里到处是帮忙的朋友。而当看见一张张关心的脸庞时，杰克的心境终于有了转变。Yes, I think I am. 转移成功，所有人都泄了一口气。杰克也开始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儿子，他是那么的稚嫩可爱。 Hello, Jonathan. 看着眼前的妻子和儿子，你眼中噙满了泪水。而此时此刻，他又有什么理由放弃生命呢？夜晚，戴安娜将头埋在杰克的肩膀，耳边仍旧是呼吸机的嘶嘶声，却再不像之前的那般刺耳。然而第二天，狗狗正在与儿子玩耍时，却没料到狗狗忽然钻进床底，不小心碰掉了呼吸机的插头。杰克赶紧呼喊戴安娜，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他现在还不想死，想亲眼看着儿子长大，娶妻生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戴安娜终于发现了异常，她赶紧插上了插头，可杰克已经没了呼吸。她拼命呼喊杰克的名字，默默祈祷奇迹。幸运的是，杰克缓过来，戴安娜终于松了口气。她在杰克枕边放了一个铃铛，以后杰克如果需要她，就可以用头撞击铃铛发出声音。在戴安娜更加细致的照顾下，杰克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已经可以正常说话。他们一起在家里庆祝，周围充斥着欢声笑语。这天通过门缝看到儿子拖着婴儿车玩耍，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想法涌上心头。杰克把想法告诉了朋友，在朋友不分昼夜的研究下，全球第一台带呼吸机的轮椅就问世了。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，这是杰克生病来第一次尝到外面的新鲜空气，看到外面的世界如获新生，他对生活又更加的有希望。当妻子推着他来看望同病相怜的病友时，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，病友们对生活也唤起了希望。时间在不经意间悄悄流逝，曾被病魔判刑只有几个月的时光，杰克现在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5年。
直到这天，儿子的一句话打破了安详的生活。儿子翻出戴安娜尘封5年的相册，里面记录着他们最美好的回忆。戴安娜也不禁给儿子讲述着曾经的一点一滴。So lucky. Yes, we were. Can we go to Africa one day, Daddy? 儿子一句好奇的向往，让杰克瞬间哑口无言。戴安娜赶紧上前安慰杰克，互相说着抱歉的话。一方的倒下不仅折磨着他们俩，还有那无辜的孩子。于是为了儿子能够有个美好的童年，他们选择再次冒险。杰克让朋友将副驾驶改装轮椅座，母亲开着车，杰克坐着，儿子陪着，一家人就这样踏上了旅行的道路。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，杰克心中异常兴奋，仿佛想起了曾经和戴安娜在这里的甜蜜时光。从此他们游走世界每个角落，沉浸在大自然的乐趣之中。他们对生活乐观积极的态度，在无形之中感染着更多的人。可现实总是事与愿违，因为道路崎岖，呼吸机在剧烈颠簸下竟出现了故障。还好他们有手动呼吸机，可以在原地等待救援。路过的行人在得知杰克的遭遇后，全都围在身边加油打气，甚至到了晚上都不离开，一起围着篝火载歌载舞。人心的温暖再一次治愈着杰克的灵魂，他越发觉得活着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。经历了无数的坎坷，杰克和戴安娜对未来充满了自信，同时他们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和他一样走出病房。在朋友的协助下，他们找到了制造轮椅的厂长，并对轮椅进行了升级完善。在一位富商的投资下，越来越多同病相怜的患者们都走出了冰冷的病房。在一切都看似平淡时，杰克的意外发生了。因多年佩戴呼吸机，导致他的肺部极其的脆弱，轻微擦伤都会让肺部大出血，从而让自己的血液淹死。显然杰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这个噩耗让戴安娜再次陷入了绝望。儿子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温柔地把母亲揽入怀中。他知道此时母亲需要一个拥抱。看着眼前健硕的儿子，杰克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。I'm going to let myself go. And what about me? I'm going to be free at last. No. No. God, you're a stupid, stupid man. What do you think I've been doing all these years? Your life is my life. 20余年的无怨无悔，不离不弃。杰克知道妻子承担了太多，自己的离开难以接受，但对于妻子来说会轻松的很多。戴安娜发泄了一会儿跑了回来，她知道能做出这个决定有多么的痛苦，她尊重了杰克的选择。戴安娜请来所有亲朋好友，为丈夫举行人生的最后一次派对。杰克对在场每一个朋友真诚的感谢，在他面前朋友们表面都有说有笑，可转过身来都禁不住的潸然泪下。他们知道这是杰克的告别会。离开的前一晚，杰克的病情又愈发严重，为了不留遗憾，他叫停了忙碌20余年的妻子。I expect you know this, but just in case. 第二天，戴安娜叫来了实施安乐死的医生。杰克把儿子叫来床边做最后的道别，他对儿子极为愧疚，可儿子却从未怪罪过他。接着戴安娜坐了过来，笑着说没有给他准备告别讲稿。杰克笑得很开心，比起眼泪，他更希望戴安娜永远都能笑容满面。You've given me a wonderful life. I wouldn't expect. 沉沉一吻过后，杰克在戴安娜深情的抚摸中，仿佛回忆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，从初遇时的美好，到相识相爱的甜蜜，再到儿子对他的亲情，他在满足中安稳离去。而戴安娜的记忆也回到了那个美好的傍晚。那一刻的两人虽然没有山盟海誓，但两颗心却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。要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我走后，你别再想我，尽管有太多的不舍。